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毒蛙战略开始实施，美国与台湾当局密切开展军事勾连。根据台湾中央通讯社的报道台军将派出500名军人，在2023年的下半年前往美国接受军事训练。台湾的军方派人到美国接受训练由来已久，但往年都是几十人的规模，今年一下子把规模扩大到了500人。说明台独当局以武拒统的具体动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表明美国提出的毒蛙战略已经登堂入室，成为美台的正式拒统方略了。近来美国的心情很焦虑。首先，美国已经认定台湾军队传统的陆海空作战全面失能，无法实现决战境外、打退渡海攻坚的解放军。其次是美国非常急于在亚洲要寻找下一个乌克兰，台独当局成了美国最看重的对象。而乌克兰战场的情况也给了美国军方一个新的灵感，那就是只要组织得好，弱小的军队也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大作用。根据有关的新闻报道，这次台军打算派到美国的是一个联合兵种营，人员主要来自第333机械化步兵旅和第52装甲旅。这些部队传统上都是按照乘车作战来装备和训练的，早已形成固定的作战使用套路，没有什么必要送到美国去训练。可以推测这500人大概是要按照毒蛙战略，尝试着转型成徒步作战的小分队，与解放军打游击战和巷战。机械化步兵和分散作战的狙击小队、反坦克小队，装备训练和组织指挥完全不一样。之所以要转型成徒步小队，可能是美军认定机械化步兵的战斗组织形式在未来的台岛争夺战中已经没有价值了。美军做出这样的研判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客观性的。解放军装甲兵的装备水平和训练水平要比美军高得多，而且解放军空军和陆军航空兵都装备了数量庞大、性能先进的空中打击平台，对台军的坦克、步战车、装甲输送车构成严重的威胁。台军机械化步兵在解放军面前没有还手之力，那不如转型成可以独立行动的特种兵算了。台湾岛上地域狭窄，能够部署兵力的城镇比较有限，道路的走向非常清晰。台军步兵在丛林当中的机动能力也不是很好，但是零散而又意志坚定的武装分子确实不好对付。俄罗斯在历次内外战争当中解决这种情况的办法是干什么？就是大量的使用温压弹，效果非常明显。只是使用这种弹药是非常的不人道，爆炸一定范围内的一切都会灰飞烟灭。美国的恶毒用心显而易见，它就是要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相残杀，互相消耗，以损耗中华民族的财富，削弱中华民族崛起的力量。最令人不齿的是台独分子认贼作父，勾结反华势力对抗祖国统一大业，这些人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只是台湾的民众一定要看清楚，连美国人都缺乏与解放军直接对抗的信心，需要拉炮灰来抵挡解放军，靠台军的这些草莓兵如何抵挡解放军的虎狼之势？台湾有何本钱与大陆进行军事对抗？狭小的战场空间，极易被封锁的陆海空战场，极其脆弱的后勤保障体系，不堪一击的众多的民生设施，哪一样能给台军和台湾民众带来安全感？我们再三再四地提醒台湾民众一是因为我们是血浓于水的同胞，我们有责任爱惜同胞的生命；二是因为自己的选择就要准备承担相应的责任。台独分子能够上台当权执政，是你们用选票选出来的，那你们就要准备承担分裂祖国的后果。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